我重生成一条蛇，却发现自己被泡成了药酒。罐子里除了我，还有其他几位室友，分别是蟾蜍、壁虎、蝎子和蜈蚣。看样子，泡酒的人显然是要把我们炼成五毒酒。正琢磨着怎么逃出去，腹中猛地传来一阵剧烈的饥饿感，实在扛不住了，我只好把目光投向那几位早已断气的室友，忍着翻涌的恶心，我将他们逐一吞下。就在最后一只蜈蚣滑入喉咙的瞬间，脑海中骤然炸开一道光。叮，检测到宿主吞噬一种生物，觉醒吞噬进化系统，吞噬即可获得能量点，能量点可分配至力量、速度、防御毒性、生命值5项基础属性，属性加满即可晋级。系统，我愣了一瞬，旋即狂喜，重生也就罢了，居然还带挂。系统率先将我的毒液强度直接拉升了5倍，可即便如此，面对这口巨大的酒缸，我依旧无计可施。缸壁光滑，酒液粘稠，根本爬不上去。就在我焦急万分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有人来了。我立刻沉入酒液，一动不动地装死。一个中年男人推门走进来，正是这间酒坊的主人周老三。他凑到缸边往里一瞧，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奇了怪了，怎么就剩一条蛇了？他挠了挠头，自言自语道：明天就是交货的日子，看来只能再去抓4只毒物补上了。说着，他伸手揭开了缸盖。就是现在，我猛地昂起头，一口浓缩毒液精准喷向他的面门。周老三惨叫着捂住脸，踉跄后退。我趁机攀上缸沿，以最快的速度朝门外游去，冲出周家酒坊的大门。外面的阳光刺得我一阵恍惚，我消耗1点能量，开启了系统自带的雷达功能。周围是一片居民区，柳河镇1公里外则是连绵的山脉，苍翠的轮廓在天际线上起伏。只要逃到那里，我就自由了。但中间隔着好几条车流不息的主干道，大白天一条蛇横穿马路，无异于送死。我只能等天黑再行动，先躲进路边一丛灌木里。没过多久，酒坊方向传来周老三杀猪般的惨叫，引得左邻右舍纷纷围了过去。一听说跑了条毒蛇，有人立刻掏出手机拨了119。10多分钟后，几名消防员带着2条搜救犬赶到现场。搜救犬的鼻子可不是摆设，我一闻到那股逼近的气息，连忙扭动身躯，朝附近一处地洞钻了进去。洞里竟然还有一条蛇，我的同类。虽然饥饿让我很想一口吞了它，但转念一想，这家伙当替罪羊显然更合适。我迅速喷出毒液将它麻痹，再一寸寸地把它拖向洞口。片刻之后，外面响起一阵激烈的犬吠，紧接着就是兴奋的喊声：抓到了！抓到了！渐渐的，周围安静下来，我松了口气，危机暂时解除。夜幕终于降临，我钻出地洞，望着远方苍云山黑黢黢的轮廓，腹中再次传来饥饿感。幸好不远处有只老鼠正埋头刨土。鼠鼠啊鼠鼠，这么可爱，怎么能放过你呢？一击得手。可蛇类这种囫囵吞枣的进食方式实在让我不适，整只老鼠卡在喉咙里的感觉简直生不如死。我心里忍不住想，要是有牙齿能嚼就好了。叮，检测到宿主强烈的器官改造欲望，开启身体器官改造功能，每10点能量值可兑换1点进化值，积攒足够进化点即可兑换所需器官。系统商城随之展开，琳琅满目的改造方案让我瞠目结舌，獠牙龙鳞、龙角龙翼，甚至最终极的方案赫然写着2个字：化龙。我心潮澎湃，恨不得立刻全部解锁。当然，以我现在的能量储备，这些全是可望不可及的存在。接下来的8个小时，我疯狂狩猎，老鼠、虫蛇、蛙类，来者不拒，最终收获了400点能量值，全部转换成40点进化值，加满5项基础属性后，叮，恭喜宿主完成首次晋级。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袭来，我的身体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拉扯重塑。几分钟后，痛感消退，我明显感觉自己变得更长更粗壮了。晋级成功，宿主当前境界野兽2级，满10级可进阶为异兽，后续境界依次为兽兵、兽将、兽王。了解了境界划分，我趁着夜色游到马路边，准备横穿过去。刚爬到路中央，身后猛然传来一阵引擎的狂暴嘶吼。我扭头一看，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地冲了过来，车上一个染着金毛的小子载着个姑娘，速度快得吓人。那姑娘一边尖叫一边举着手机在拍，完全没注意到路上有条蛇，眼见就要被碾成肉饼。我卯足全力猛地一弹，整条身子腾空飞起，堪堪越过了马路对面。我操！金毛一脚急刹，轮胎在地面拖出一道焦痕。那姑娘手机还举着，颤声道：拍到了！天哪，
那是一条巨蟒。两人急忙回看视频，确认真是一条巨蟒后，当即拨打了新闻热线。第二天，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柳河镇酿酒人被自家泡了2年半的毒蛇咬伤，经检测，该蛇毒液强度为同类5倍以上，专家怀疑系基因变异。评论区更是炸了锅，网友们七嘴八舌的讨论。因为最近动物变异事件频发，有人拍到会站立唱跳的鸡，有人见过长着人脸的蜈蚣，甚至还有人声称在深山目击了巨型九尾狐。一时间，网络上众说纷纭，恐慌与好奇交织。此时的我已经踏入了苍云山的密林，2天跋涉下来，腹中早已空空如也。我打开系统雷达，扫描周边环境，前方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密密麻麻挤着上百个白色光点蛇窝，直到100多条蛇全部下肚。我获得了足足90点进化值，够连升2级。找了个隐蔽的角落，我开始连续突破，然而系统却弹出一条冰冷的提示：警告，宿主当前剩余寿命5年，5年内突破至寿冰境可增寿10年，5年。我心头一沉，看来得加快进化的速度了。第二天，我泡在溪水里洗了个澡，然后爬上岸边的一块大石头晾干身体。阳光透过树冠洒下来，暖洋洋的，让我有些犯困。突然，天空中掠过一道阴影，伴随着尖锐的鹰啸，一只体型硕大的老鹰正在高空盘旋，锐利的目光死死锁定了我。我心中一动，没有逃跑，反而纹丝不动。虽然我不会飞，但我有3维雷达。雷达中，那只老鹰的飞行轨迹一览无余。它盘旋了2圈，见我毫无反应，终于按捺不住，双翅一收，如一支利箭般俯冲而下。5米，就在它接近到5米距离的瞬间，我猛地昂首，一口毒液精准喷出，正中它的双眼。老鹰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飞行轨迹瞬间偏移。我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整条身子弹射而起，死死咬住了它的脖子。它到死也不会明白，自己这个天空的猎手是怎么被一条蛇反杀的。吞下老鹰后，我正消化着能量，心头却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再次打开雷达，5个蓝色光点正在朝我的方向逼近。雷达中，红色代表极度危险，蓝色代表存在危险，黄色是旗鼓相当，白色则毫无威胁。虽然不清楚来者是什么，但蓝色意味着我不能掉以轻心，保命要紧。我迅速引入河边的灌木丛中，1公里外，5个汉子正带着2条猎犬在山间搜索。他们很快来到河边，透过枝叶的缝隙，我看清了他们的装备：蛇钩、蛇夹、防护服、急救包，清一色的专业配置。5名捕蛇人。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听出了关键信息：那个姓沈的教授出价50万，就为了一条变异蛇，值吗？一个矮壮的汉子嘀咕道。为首的络腮胡瞪了他一眼：废话少说，50万够你干10年了。中科院那边的生物研究所都派人来了，说明这蛇绝对不简单，打起精神来。他们是冲我来的。我冷静下来，开始在脑中盘算5对1，正面硬拼显然不行，但若是逐个击破，毕竟我前世就是一名捕蛇人，深知他们的行动模式和弱点。虽然前世是捕蛇的，今生这副蛇躯可没拿过蛇钩，但换个角度，我比谁都了解猎手的心理。我观察到其中一人逐渐掉了队，与前面拉开了10几米的距离。机会来了，我无声无息地从灌木中窜出，闪电般咬住他的手臂，毒液灌注，那人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软倒在地。我松口转身，瞬间没入草丛深处。前面几人反应极快，朝我消失的方向连开2枪，是霰弹枪，几颗钢珠打在我身上，除了些许疼痛，连鳞片都没破开。他们留下1人照看伤员，剩余3人带着猎犬追了上来。2只猎犬速度最快，我故意放慢节奏，引着他们一步步深入密林。等那3个捕蛇人赶到时，2只猎犬已经躺在地上，再也不会动了。络腮胡气得脸色铁青，咬牙切齿道：我一定要活剥了这畜生！3人继续搜索，我故技重施，盯住落在最后的1人，再次偷袭，得手后迅速消失在一棵大树后。其中一个年轻汉子当即就要冲过去，被络腮胡一把拽住。你去送死啊！那畜生明显有灵智了，就是要逐个击破我们。年轻汉子被他这么一喝，才冷静下来，赶紧蹲下处理伤员的伤口。可就在这时，远处传来2声枪响，紧接着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剩下2人顿时面如死灰，5人已伤3人，再不撤，恐怕都得交代在这里。撤，快撤！络腮胡再也顾不上什么50万悬赏，扛起伤员就往山下跑。我没有追，俯瞰着他们慌忙遗落的物品。我突然注意到散落的急救包旁有一颗拳头大小的红色果实，表面散发着幽幽微光。看到它的瞬间，我体内涌起一股近乎本能的强烈吞噬冲动。我立刻用系统扫描血灵果，蕴含大量灵气的奇异果实，吞噬后可获得1万点能量值。1万点。我大喜过望，叼起果子就走。这里是战场，绝非安全之所，得找个隐蔽的地方再吞噬。可就在我转身的瞬间，
背后传来一声枪响，刚才被我重伤的那人竟挣扎着举起了猎枪，好在他意识模糊，手臂发抖，只有3颗钢珠从我的背脊划过，鳞片崩裂，鲜血直流，钻心的疼痛让我闷哼一声，叼着果子拼命逃离。另外2个没受伤的人也折返了回来，远远的朝我的方向追来。我一咬牙，一头扎进了旁边的湖里，强忍剧痛拼命游出去几百米。湖水冰冷，伤口被浸泡得火辣辣地疼。不知过了多久，视线越来越模糊，意识也开始涣散。恍惚中，我看到前方飘着一个竹筏，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上去，我便陷入了昏迷。嘴里的血灵果在失去意识的瞬间被本能的吞了下去。虽然身体已经完全瘫软，但我的意识深处还残留着一丝清明。竹筏顺水漂流，不知漂了多久。迷蒙中，我感觉到前方出现了一艘渔船，越来越近。完了，我心中暗叹，这回真是无命休矣。但我没想到的是，渔船上响起了一个小女孩清脆而急切的声音：“爸爸，爷爷，快看，水上有条大蛇，它受伤了，我们救它吧。”念念，你疯了，那可是蛇，不行，我就要救它，它好可怜。小女孩说什么也不肯放弃。她叫苏念，天生体质特殊，从小就受动物亲近，鸟雀会停在她肩头，野猫会主动蹭她的脚踝。她的父亲苏大山和爷爷苏老根拗不过她，对视一眼，无奈地叹了口气。苏大山小心翼翼地用渔网将我捞上船，放进了船尾的水箱里。行吧，再回去先养着，等伤好了再放生。苏老根摇了摇头，但是念念，你不许靠太近。我在昏迷中隐约感受到这一切，心里升起一股久违的暖意。这是遇上好人了。时间过去了7天，血灵果的灵气和苏家人细心的照料，让我的伤势恢复了七七八八。刚苏醒的那2天，除了苏念，其他家人见了我还是绕着走。毕竟一条碗口粗的大蛇趴在杂物间里，搁谁都得心里发毛。但我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性。渐渐的，他们也放下了戒备。尤其是苏念的弟弟苏小虎，这小子胆子大的离谱，3天2头偷偷溜进杂物间来看我，还试图摸我的脑袋。起初苏老根担心的不行，在门口探头探脑的盯着，但后来老爷子反倒竖起了大拇指。嘿，这蛇通人性啊！小虎摸他脑袋，他都不躲。看着一脸得意的苏老根，我心道：老爷子，你可真心大。换成别的蛇，你那宝贝孙子坟头草都3尺高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与苏念的朝夕相处中，我竟然和他建立了某种精神联系，脑海中隐约能感受到他的情绪波动。与此同时，系统面板上多出了一项全新的属性——念力。精神沟通的基础属性，双方念力均达到80即可进行精神对话，达到100可形成精神威压乃至精神控制。人类也能变异，我好奇之下用系统扫描了苏念。苏念境界野兽9级，念力99极限，技能精神沟通赤子之心。我倒吸一口凉气，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小姑娘，境界竟然高达野兽9级，念力更是逼近满值。我虽然身为野兽，灵魂却是人类。苏念将来或许会成为我与人类世界沟通的绝佳桥梁。精神联系建立后，我第一时间向苏念传达了感激之情。谢谢你救了我。苏念瞪大了眼睛，又惊又喜。你真的会说话？算是吧，在屋里闷了好多天了，能带我出去晒晒太阳吗？苏念二话不说，蹦蹦跳跳的跑去给我开门。等他离开后，我立刻将之前积攒的能量全部转化，整整1010点进化值。可半个多小时过去，我却卡在了野兽10级的瓶颈，怎么也突破不了。提示：周围环境灵气浓度不足，无法进阶。没办法，只能先晒太阳了。正趴在院子里享受阳光，苏大山和苏老根从外面回来了。苏大山一眼看到我又粗了一圈的身躯，脚步明显顿了一下，脸色有些不自然。我终究是一条蛇，伤好后还是尽早离开为好。苏大山和苏老根坐在院子里，愁眉苦脸的商量着什么。爸，后山那群野猪又下来了，这回连老刘家的包谷地都给拱了。再这么下去，今年的收成全得搭进去。苏大山叹了口气，苏老根磕了磕烟杆，能有啥办法？那猪王凶得很，上回大牛他们几个去赶，差点被拱翻。我听着他们的对话，心头一动，报恩的时候到了。我立刻通过精神联系告诉苏念，念念，告诉你爸，那野猪的事我来解决。苏念兴冲冲地跑过去，爸，大蛇说他能帮忙打野猪。苏大山一脸懵，念念，你是不是发烧了？大蛇怎么能听懂人话？话没说完，我朝他郑重地点了点头。父子俩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苏大山愣了好一会儿，才朝我抱了抱拳，声音都有些发颤。那就有劳蛇仙了。
辞别苏念，我踏入了苍云山的深处。既然受环境所限，暂时无法突破境界，我决定把进化点花在技能强化上。毒液喷射直接拉满到4级，喷射距离达到12米，毒性效果更是提升到恐怖的15倍，还剩118点进化值。我又花了100点升级天眼雷达，侦查范围扩展至2公里，并且能针对特定物种进行搜索，每次消耗10点能量，用来找野猪。虽然有点大材小用，但安全第一。我潜伏在一片被野猪祸害过的菜地附近，守株待猪。夜幕降临，雷达上突然冒出10个蓝色光点，我立刻绷紧了神经，目光投向远处。来的不是野猪，是人。10个人里，赫然有2张熟悉的面孔，上次那批捕蛇人中的2个。这一次，他们人人背着枪，还带了5只猎犬。我眼中闪过一道寒芒。上次放过你们，是因为懒得追。这次既然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了。我无声无息地摸了上去，一只猎犬最先察觉到异样，竖起耳朵疯狂吠叫。既然暴露了，那就不必再藏。我果断释放出刚刚解锁的技能。精神威压，一股无形的压力如潮水般扩散开来。那5只猎犬连叫都来不及叫第2声，直接翻着白眼瘫倒在地。紧接着，10个人全都双手捂耳，发出痛苦的哀嚎，像是脑子里有人拿锤子在猛砸。我也没想到精神威压的效果如此强大。趁他们丧失抵抗力的间隙，我逐一游过去，给每个人都注入了毒液，再用身躯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缠紧，直到听见骨骼碎裂的脆响，才松开。做完这一切，我仔细检查了每个人携带的物品，确认没有摄像头记录仪之类的东西。翻来覆去，只找到些食物和药品，我自己用不上，想带回去给苏念一家也没法拿。5只猎犬，我没有浪费，全部吞下。但人类，我终究还是下不去嘴。处理完捕蛇人，我重新潜伏在野外蹲守，直到后半夜，雷达中突然出现一个格外明亮的蓝色光点，比其他任何标记都要耀眼。我拉近雷达进行3维侦查，瞬间倒吸一口凉气。这头野猪王体型竟和我差不多庞大，浑身筋肉虬结，獠牙如弯刀，显然它也是野兽巅峰的境界。野猪皮糙肉厚，正面硬刚不是明智之选。我盘踞在一棵大树上，安静地等它一步步走近。距离拉近到10米，我猛地昂首，一口毒液精准命中它的双眼。15倍毒性带来的剧痛让野猪王瞬间暴怒，他疯了一样横冲直撞，攻倒了好几棵树，但毒性扩散的速度远超他的挣扎。仅10来分钟，这头曾经不可一世的山中霸主便轰然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回到石溪村苏家，我通过苏念告知了野猪的位置。苏大山惊得下巴都快掉了。真的干掉了！苏念骄傲地挺起小胸脯。大蛇说了，肉一人一半，我们要一半，剩下的你叫叔叔伯伯们去分。苏大山立刻叫上几个乡亲，连夜进山搬运。那头野猪实在太大，10几个壮汉忙活了大半夜才弄回来。我肚子里还有存货，只要了一半的野猪肉，另一半让村民们自行分配，倒也落了个皆大欢喜。百无聊赖之际，我趴在堂屋地上陪苏念看电视，画面突然切换，一则紧急新闻插播进来。本台最新消息：近日，在南海海底发现一具超级生物骨架，该骨架身高约10米，无头，长有4条手臂，胸部插着一把材质不明的巨剑。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画面中那巨大的骨架沉默地矗立在深海之中，诡异而震撼。看着新闻，我反倒松了口气。这种全球性的神秘事件频频发生，无形中为我这样的存在提供了最好的保护色。相比之下，一条变异毒蛇实在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了。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我本想去苍云山深处寻找突破的契机，却被苏家人极力挽留，尤其是苏大山，几乎每天都张罗着给我送来鸡鸭鱼肉。蛇仙，您多住些日子嘛，山里不安全。他笑得满脸褶子，殷勤的像个饭店老板。而这半个月里，外面的世界越来越不太平，异兽袭击人类的事件急剧增多，新闻里几乎每天都有报道。连石溪村这样偏僻的地方，一些家禽也出现了攻击人的异常行为。苏老根家养的大公鸡，前天差点啄瞎了隔壁王婶的眼睛。一时间，全球都笼罩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之中。我也有明显的感受，空气中那股狂暴的灵气越来越浓，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这股躁动的能量让我浑身不适，烦躁难安。倒是苏大山父子，自从吃了那头野猪的肉之后，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苏大山搓着胳膊上鼓起来的肌肉，又惊又喜。爸，你有没有觉得身上有股劲儿，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强化咱们的身体？苏老根试着挥了2拳，虎虎生风。嘿，还真是。就在这时，大地猛然剧烈颤动，碗碟从桌上滑落，摔得粉碎，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木结构的老屋发出令人胆寒的吱嘎声。地震！我瞬间反应过来，立刻通过精神联系大喊：念念，快让所有人出来，房子要塌了！苏念拉起弟弟苏小虎就往外跑，边跑边喊：爸，
爷爷，快出来，快！苏大山一把扛起腿脚慢的苏老根，跟在我身后冲出大门。我们刚刚撤到院子里的空地上，身后的老屋便轰然坍塌，扬起漫天灰尘，化为一片废墟。苏念吓得浑身发抖，紧紧抱住我的身躯。我通过精神联系安抚他，别怕，赶紧找个高处避险，后面可能还有余震。地震过后，苍云山中无数野兽惊恐出逃，他们冲入人类的居住区域，互相厮杀，袭击行人，村子里顿时乱成一锅粥，哭喊声、惨叫声此起伏。就在这时，系统发出了一条紧急提示：警告，周围灵气浓度正在急速回升，紊乱中蕴含契机，宿主即将满足突破条件。我心中一震，又惊又喜，但眼下还不是突破的时候，苏家人的安全更重要。意识到是我救了全家的性命后，苏老根扑通一声就要跪下去，苏大山也红着眼眶，抱拳深深一揖：蛇仙大恩大德，我们一家没齿难忘。苏老根老泪纵横，转头看向苏念：念念，爷爷做主了，你认大蛇做师傅吧。苏念抹了把眼泪，郑重地对着我磕了3个头。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明白了他们的心思。如今乱世出现，全球灾变，若有我的庇护，他们一家能安全许多。而我拥有系统，变强只是时间问题。想要在这个变异横行的新世界里站稳脚跟，也确实需要一位人类代言人。想到此，我点了点头，应下了这份师徒名分。苏念高兴地跳了起来：师傅，既然拜了师，总得有拜师礼。我通过精神联系说道：现在什么贵重东西都不值钱了，这场灾难过后，能吃能喝才是第一位的。等着，我去猎些东西回来。行走在震后的苍云山中，满目疮痍，树木倾倒，山势崩裂，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血腥的气味。我正搜寻着猎物，鼻端突然捕捉到一股极其诱人的异香，那香气甜美的不可思议，像是世间最珍贵的花蜜与晨露的融合，闻一口便让人浑身酥软，灵魂都要被勾走。那种吸引力比血灵果还要强烈数倍，受这香味吸引的不止我一个。放眼望去，无数野兽正朝同一个方向机械的行进，他们的眼神呆滞空洞，像是丢了魂似的，完全丧失了理智。随着越来越接近香气的源头，我体内也有股力量开始躁动不安，意识逐渐变得模糊。警告：检测到宿主受幻灵果香味影响，有极高风险迷失心智，陷入幻境。是否消耗100点能量值驱散幻觉？效果持续10小时。我想也没想，立刻确认。一股清凉的力量涌入脑海，混沌的意识瞬间清明。趁着其他野兽还在梦游，我沿途吞下了不少陷入幻境的猎物，它们毫无抵抗，就像摆在桌上的菜，直到饱食度达到100，我才停下吞噬。而此时，我也来到了一处从未见过的山谷——幻灵谷。谷中央，一棵古怪的大树拔地而起，它的树干漆黑如墨，枝条扭曲如蛇，树冠上结着3枚鲜艳欲滴的血红色果实，正散发着那诡异而致命的异香。被香味吸引来的野兽靠近这棵树后，便会自动成为它的护卫。它们围绕树根层层驻守，攻击一切试图接近的生物。那些稍微强大一些的野兽，往往还没靠近果实就被无数护卫撕成了碎片，血肉渗入土壤，化作大树的养分。我立刻用系统扫描，幻灵木每100年生长1寸，只生长于灵气极度充裕之地，1000年分长。3000年一结果，结果后需大量生命养分催熟，成熟后异香自散，被控制的生物将恢复神智，并大概率开启灵智。果实3日内未被摘下，则会枯萎。反哺树木本身，幻灵果服用后精神力暴增，并获得精神幻境技能，可使精神力低于自身的目标陷入幻境。每个生灵仅可服用3枚，首枚效果最佳。看完介绍，我暗暗心惊。虽然我现在的实力不惧在场任何一只野兽，可一旦被群起而攻，也只能沦为养分之一。但我又注意到一个关键信息：幻灵木结果需要灵气极度充裕之地。我立刻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果不其然，境界一栏后面闪烁着3个金色的字：可突破。然而备注条件让我眉头紧锁，本次突破需1小时，期间将吸取方圆5公里内灵气，无法移动，无自保能力，中断则失败。1个小时完全不能动，在这种虎狼环伺的地方，那不是找死吗？而且万一在我突破的过程中灵果恰好成熟，那就全便宜别人了。我决定先按兵不动，等灵果成熟再说。而此时，在我身后3公里处，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汉正朝山谷疾行，他叫陈铁柱，猎户出身，体格壮得像一头熊。他也被异香所惑，正要陷入幻境，腰间一枚古朴的玉佩却突然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将他从迷雾中拉了回来。陈铁柱低头看了眼玉佩上多出的一道裂痕，心疼地抽了抽嘴角，随即咧嘴一笑：师傅果然没骗我，
这山里真有宝贝。他虽然肉疼，但还是果断加快了脚步，朝山谷冲去。时间一点点过去，幻灵果的颜色愈发血红，几乎像是3颗凝固的血珠。那股异香也开始由扩散变为收敛。我知道它即将成熟，就是现在。我猛地冲了出去。此时，幻灵木周围的护卫们已经在数小时的自相残杀中所剩无几，活着的也精疲力尽。面对这些强弩之末的家伙，我几乎可以横扫，毒液喷射，身躯碾压，势如破竹。但就在我距离幻灵木只剩不到20米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洪亮的人声：“嚯，这里果然有宝贝！”我身子一顿，回首望去，陈铁柱站在谷口，双目放光地盯着树上的果实。但当他看到我的体型时，瞳孔骤然一缩，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好大的蟒蛇！趁他愣神，我毫不犹豫，昂首喷射，一道毒液如暗箭般疾射而去。陈铁柱反应极快，侧身一闪，但毒液仍然溅到了他的右臂。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闪电般窜到近前，整条身子将他缠绕起来，越收越紧。毒液的麻痹效果迅速扩散，他挥出的拳头软绵绵的，打在我厚实的鳞片上，毫无伤害。你这畜！话未说完，他的意识便开始涣散。就在这时，谷中那诡异的异香骤然消失，幻灵果成熟了。幸存的野兽们眼神逐渐恢复清明，茫然地环顾四周。我来不及多想，一口结果了陈铁柱，迅速朝幻灵木奔去。一只野猪和一头大黑熊最先恢复过来，它们离灵果最近，也最先看到了那3枚晶莹血红的果实。可我更快，身躯划过一道流畅的弧线，我冲到树下，面对枝头3颗幻灵果，一口全部吞下。叮！宿主吞噬幻灵果乘3，获得技能精神幻境。技能描述：与精神力弱于宿主的目标对视，有10%概率使其陷入幻境。幻境内容可由宿主主观构建美梦、噩梦，并可引导目标行动。施术期间，宿主无法进行其他操作。看着技能介绍，我惊喜的差点原地转圈，这简直是神技！既能控场保命，又能创造逆袭机会，甚至还能用来审讯操控，用途简直无穷无尽。但我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那头野猪和大黑熊眼看着3颗果实全被我吞了，顿时暴怒，野猪獠牙外翻，疯狂刨地，黑熊立起身来，发出震耳的咆哮。不过我看得出，他们此刻也是外强中干，之前在幻灵木的操控下消耗了太多体力，只剩下虚张声势的本事，而他们那小心翼翼又充满贪念的眼神，正好给了我试验新技能的绝佳机会。心念一动，精神幻境发动，一瞬间，野猪和黑熊的眼神再次变得空洞。众目睽睽之下，这2个庞然大物竟然撕开始自相残杀。野猪疯狂地用獠牙顶黑熊的肚子，黑熊挥舞着巨掌拍向野猪的头颅，打得血肉横飞。周围那些刚恢复神智的小型野兽吓得四散奔逃。试验完毕，效果拔群，我立刻解除幻境，精神力没必要浪费在这俩蠢货身上。恢复神智的瞬间，野猪和黑熊都愣住了，他们浑身是伤，茫然地看着彼此，眼中满是极度的恐慌。那种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恐惧感，大概会让他们终生难忘。野猪率先崩溃，嗷的一嗓子贴着山崖撒腿就跑，消失在谷口。而那头大黑熊犹豫了片刻，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它扑通一声趴在我面前，然后缓缓翻过身来，亮出了自己最柔软的肚皮。这是动物表示彻底臣服的姿态。我顿时乐了，免费的打手，不要白不要。随后我转身来到陈铁柱的尸体旁，从他腰间摘下了那枚已布满裂痕的玉佩，轻灵佩残次仿品，一次性消耗品，可抵御1次低级精神攻击，恢复佩戴者神智，护主后级碎裂。看完介绍，我将玉佩小心收好，虽然已经基本报废，但说不定还有别的用处。正想着该如何跟这头黑熊沟通时，叮，系统提示音骤然响起。系统的提示音在脑海中炸开，检测到有生物主动臣服，是否收为灵魂仆从？收服后，宿主将获得100点念力值，仆从部分能力将反馈宿主。解锁技能灵魂印记，注：种下印记后，仆从永不背叛，且在靠近宿主时获得宿主50%的属性加成。首次施展虚念力100点，后续消耗指数级增长，请谨慎使用。我没有犹豫，对着面前这头趴伏在地的大黑熊种下了第1枚灵魂印记，金色的光芒一闪而没，印记沉入他的眉心。过了片刻，一个憨厚到有些傻气的声音直接在我脑海中响起：老大，俺叫熊大，从今以后您就是俺老大。在系统的辅助下，我和熊大很快了解了彼此的过往。有灵魂印记的绝对忠诚在，即便他知道系统的存在也无妨。而他的身世也不复杂，曾经是苍云山中的一头普通黑熊，灾变后开了灵智，却被一群变异狼群追杀，差点丧命。我当即承诺，以后我帮你报仇。得到承诺的瞬间，熊大的眼睛亮得像2盏灯笼。他没想到自己不光被接纳，抱上的还是一条前途无量的粗壮大腿。叮，成功收服
守卫灵魂仆从，奖励念力值100点，获得熊大技能反馈，力大无穷，消耗1000能量值，10分钟内力量属性翻倍。收到反馈，我还来不及高兴，系统警报突然尖锐的炸响。警告：宿主综合属性已突破当前境界最大值，请于半小时内完成进阶，否则躯体将因无法承载而崩溃。系统第一次发出这么紧迫的催促，我心头猛地一沉，脑子里的倒计时滴答作响。不到半小时，必须争分夺秒。我立刻开启天眼雷达全功率扫描。以我现在的体型，想找个不被打扰的地方升级，还真他妈不容易。很快，1公里外出现了一个完美的藏身处，2块巨石下方的一个洞窟，入口隐蔽，易守难攻，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熊大，守住洞口。老大您放心。熊大拍着胸脯，声如洪钟。谁敢过来，先从俺尸体上踩过去。我点了点头，一头扎了进去。熊大兴奋的不行，跟了我之后，他的力量暴涨，越靠近我，那股力量就越强。他脑子不太灵光，想不明白为什么，但也懒得想，只要跟着老大混就行。洞里一片漆黑，但我的夜视能力让这里跟白天没两样。确认没有威胁后，我立刻下令系统开始突破。刚趴下的瞬间，那种血肉被撕裂又重组的剧痛便席卷全身，我能感觉到周围的空气形成了漩涡，一股股精纯的能量，也就是所谓的灵气，疯狂地涌进我体内，修补强化着被撕裂的躯体，这就是灵气。虽然疼得要死，但那种跨越物种界限的晋升快感，足以抵消一切。风险和回报从来都是对等的，这是在鬼门关上走一遭，要么一步登天，要么死无全尸，痛苦比之前翻了10倍不止。但源源不断的灵气就像清凉的药膏，刚好让我吊着一口气没当场痛死过去。我这边动静太大了，方圆5公里内的灵气被我疯狂抽取，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灵气风暴。那些变异野兽全被惊动了，脑子不好使的没啥反应，但那些开了点灵智的畜生立刻意识到有天大的好处，疯了一样朝我这边冲来。幸运的是，之前幻灵木已经帮我清理了这一带大部分威胁，剩下的都是些漏网之鱼，数量不多，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洞口。熊大死死守在入口，耳朵竖得笔直，鼻子不停地嗅着空气，警惕着周围的一切。这是我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他就算死也得完成。10几分钟后，一群变异野狼出现在不远处，他们是刚赶来的，没被之前幻灵木的事波及。我搞出的灵气风暴对这些变异生物来说简直就是唐僧肉，但这群狼又狠又贼，只在几百米外远远盯着，不敢靠近。他们很清楚，洞里的大家伙一旦突破成功，就是这片森林的兴亡，可一旦失败，我的尸体就是他们一步登天的补药。他们在等一个结果。跟他们一样想法的畜生不在少数。山坡的阴影里长着2条尾巴的狐狸，1米多长的变异黄鼠狼，还有几条几米长的大蛇，全都死死盯着洞口，谁也不敢动，但谁也不肯走。熊大早就发现了这帮不怀好意的家伙，要不是我下了死命令让他守住洞口，他早就冲上去把他们撕了。等着吧！熊大眼里满是杀气，低声咆哮：等俺老大出来了，第一个就宰了你们！时间1分1秒的过去，月亮升到了半空，我这边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意识依然清醒，但身体完全不受控制，全凭系统操控。那种感觉就像有几万把锤子在砸我的骨头，又有无数把刀子在割我的肉。剧痛过后，灵气涌进来修补，带来一阵舒爽，然后又是撕裂，又是修补，这种冰火2重天的反复折磨简直要把我逼疯。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我的身体和意志都在这种极限的痛苦中变得越来越强。终于，外界的灵气不再涌入，剧痛瞬间消失，只剩下无尽的疲惫。然而就在下一秒，我全身的鳞片猛地张开，将洞内最后一丝残余灵气吸了个一干二净，一股无法形容的舒畅感如潮水般涌来，瞬间冲垮了所有疲惫。我精神百倍，还没等我享受完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系统的提示音就在脑子里炸开。叮！恭喜宿主晋级成功，生命层次跃迁，首次完美晋级，奖励 SSS2级血脉，潜力提升512倍，获得新技能燃烧血脉，系统数据已更新。我立刻打开属性面板，想看看自己现在到底有多强。宿主成龙，种类蛇族血脉，等级 SSS2级，境界兽兵初阶，体长15米，体重300千克，寿元15年，极限力量199加260，基础属性全满，能量20点，技能毒液喷射精神幻境燃烧血脉，物种直接从眼镜王蛇变成了蛇族，还多了个牛逼至极的 SSS 血脉。但坑爹的是，进化点的兑换价格直接翻了5倍，50点能
能量才能换一点进化值。妈的，早知道就在突破前先把技能升几级了。我有点郁闷，但很快骂了自己一句：贪心不足蛇吞象，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的脑袋刚探出洞口，熊大就愣住了。要不是灵魂印记的连接还在，他差点没认出我。我现在的体型比之前大了不止1圈，鳞甲泛着幽暗的金属光泽，连气势都截然不同。老大，熊大瞪圆了眼睛，他能感觉到从我身上传来的力量比之前强了何止10倍，这让他欣喜若狂，恨不得当场嚎2嗓子庆祝。而洞外那些等着捡漏的家伙，在灵气风暴消失的瞬间，就感受到一股比刚才恐怖10倍的威压从洞中席卷而出，大部分家伙当场吓得屁滚尿流，扭头就跑，但总有几个不怕死的，还躲在暗处偷看。我眼中闪过一道寒芒，刚才我突破的时候毫无还手之力，要不是熊大守着，这帮畜生冲进来，我早就成了他们的粪便。既然来都来了，那就别走了。熊大，我冷冷地看着外面，去把那几个不知死活的家伙全宰了，尸体拖回来。熊大瞬间来了精神，刚才守洞口的时候，他也跟着沾了不少灵气的光，实力暴涨了一大截。现在加上我的属性加成，对付那些小角色简直就是砍瓜切菜。他咆哮一声，像一阵飓风般冲向最近的狼群。我缓缓从洞中游出，水桶粗的身躯在月光下泛着钢铁般的冷冽光泽。我盘踞在巨石之上，像一个冷酷的君王，俯瞰着自己的领地，一个不留。这是命令，也是对熊大的考验。处理完那些不长眼的东西，我和熊大回到了营地。苏大山一家正围着篝火发愁。见我归来，苏念兴奋地跳了起来，扑过来抱住我的脑袋。可苏大山父子俩看到我暴增的体型，当场吓得腿软。苏老根更是差点一口气没上来。也不怪他们，短短月余，我已经从当初泡在酒缸里的小蛇，长成了15米长的庞然大物。这股压迫感，换谁都得哆嗦。爹，爷爷，别怕，这是我师傅。苏念大声安抚着两人，苏大山和苏老根眼里的惊恐这才慢慢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敬畏。还没等我喘口气，苏念就叽叽喳喳地告诉我，刚才一群变异流浪狗袭击了营地，好在苏大山父子拼了命的抵挡。更让人惊喜的是，苏念情急之下竟觉醒了念力，操控石头砸跑了那群野狗。师傅，你看。苏念一脸邀功的表情，手指一抬，几块碎石竟真的凭空飘了起来，在半空中缓缓旋转。我心中大喜，这丫头居然无师自通就能做到这种程度，绝对是块浑然天成的璞玉。我当即吐出那块从陈铁柱身上得来的青灵玉佩，递到苏念面前，拿着，戴在身上能防身，还能稳固心神。苏念接过玉佩，却没有往自己身上挂，而是转身钻进临时搭的木棚里，塞进了受惊过度的母亲手中。妈，你带着，我不怕的。我暗自点头，百善孝为先，这徒弟没说错，值得培养。次日一早，我一声令下，启程下山。熊大驮着苏念姐弟，我们一行人穿过崩裂的大地，山下的村庄已是满目疮痍，房屋倒塌成废墟，积水漫过溪流，浮尸遍野。这惨状虽早在预料之中，可亲眼所见，仍然让人心底发凉。既然这世道乱了，那我辩护这一家子周全，日后他们便是我在人类世界中的代言人。半个月一晃而过，我已经长到了20多米，鳞甲硬过金刚，成功晋升为高级兽兵。熊大也跟着水涨船高，混成了初级兽兵，壮得像座小山。此刻，我们身后跟着一支3000人的难民队伍，全是沿途汇聚的幸存者，拖家带口，向着100公里外的云安县城方向逃难。路上并不太平，变异的猫狗牛猪成群结队，时刻在荒野中盯着这群昔日的主人，伺机猎杀落单者。队伍里虽然也觉醒了20-30个异能少年，但多数只是空有蛮力，真遇到硬茬，还得靠我和熊大镇场子。苏大山一家如今成了这支队伍的核心，没办法，谁让我们这2尊大神指认他们呢？熊大负责清理杂碎，苏念负责管理人类事务，我则负责震慑全场。救命啊！队伍前锋刚踏入前方一个村落，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长空。我开启天眼一扫，好家伙，一头丈高的变异黑牛正带着10几头小弟在横行霸道，那领头的牛角上还挂着个长穿肚烂的倒霉蛋。几个觉醒少年被吓得脸色惨白，根本不敢上前。走，干活了！我吐着信子，身躯蜿蜒向前，眼底闪过一丝嗜血的金光。这些菜鸟顶不住，还得我亲自出马。回头冲熊大低吼一声：“今晚吃牛排！”秦哥，这大家伙我们搞不定啊！一个瘦得像猴子的黄毛少年紧握着钢叉，声音都在发抖，眼神惊恐地盯着对面的巨兽。被喊作秦哥的高个青年咽了口唾沫，他叫秦昊，这群觉醒者里最强的一个。可面对这种阵仗，额头上的冷汗还是止不住的往下淌。几十双眼睛盯着他，一旦失手，身后就是尸山血海。那头领头的大黑牛瞪着血红的牛眼，也在打量这群毛头小子。他能感觉到这几个人比
比牛角上挂着的那个死人要强些，但也强不到哪去。僵持不过几秒，呼！大黑牛身边一头黄牛率先动了，鼻孔喷出2道白气，踩着碎步悍然冲锋，快躲开！人群瞬间炸锅，四散奔逃。直面冲击的一个少年反应倒是快，一个驴打滚避开牛角，反手一斧子劈向牛的肚皮，但这一下彻底捅了马蜂窝。其余7、8头牛同时低头，挺着尖角狂奔而来，唯独那头最大的黑牛没动，它死死盯着人群后方，四肢微微发颤。动物的本能告诉他，真正的死神来了。他的直觉很准。我和熊大带着一脸潮红的苏念缓缓走出了村口。苏念之所以脸红，是因为他正全神贯注地操控着20把明晃晃的水果刀，这是我在路过的超市里给他找的新手装备。那些刀刃在他身周悬浮旋转，寒光闪烁。我开启天眼扫描，那大黑牛的数据瞬间浮现：种族满角牛，境界中级兽兵，体长4米，体重2750千克，极限力量257，极限护甲138，技能大力冲撞，尖角顶飞，属性还行，2项破了200。难怪那群新兵蛋子不敢动手，但在我眼里，他就是一盘菜。丫头，我通过精神联系说道，晚饭能不能加餐，全看你的刀工了。师傅放心。苏念眼神一凝，20把水果刀如蜂群出巢，呼啸着卷向最前方冲锋的那头牛。噗噗噗，刀光连闪，正准备拼命的那个少年只觉手上一松，一颗硕大的牛头裹着血雨，劈头盖脸的砸进他怀里。不仅是他，其他人还没回过神，面前的疯牛就在寒光交错中轰然倒地，脖颈处血如泉涌。领头的大黑牛慌了，他这一嗓子带着明显的颤音，原本以为是虐菜，结果瞬间折损过半。他不傻，看得出那个玩刀的小女孩不好惹，但最让他毛骨悚然的还是我这条盘踞在地上的巨蛇。他想跑，熊大清理杂鱼，那个大的归我。话音未落，我已经弹射而出，蛇王出手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自从上次队伍里一个不长眼的挑衅者被熊大一巴掌拍死后，我在这3000人眼里就是无敌的代名词，连能举起轿车的秦昊都不敢接我一招，何况一头牛。熊大咆哮着冲进牛群，如同虎入羊群，而我在大黑牛转身的瞬间，身躯如钢鞭般缠了上去，绞伤收紧，骨骼碎裂声密集成片。不到1分钟，这头不可一世的终极兽兵便瘫软如泥，彻底断了气。蛇王威武！欢呼声此起彼伏，苏大山父子都不用我吩咐，熟练地带着人上来打扫战场。当晚，除了那头首领进了我的肚子，剩下10几头牛让整个队伍都开了荤。丁，吞噬烤牛肉，获得能量值10点。丁，吞噬满角牛肉生，获得总能量值275点。我盘着身子，听着系统的提示音，心里盘算着这笔账。烤熟了虽然流失部分灵气，但有人伺候着吃肉，这滋味确实比茹毛饮血强多了。而且 SSS2级血脉简直就是作弊器，光是呼吸吐纳，我每天就能白减1500点能量，加上现在的体型，食量大增，只要伙食跟得上，一天2000点进账轻轻松松。在这片区域，老子就是绝对的第一。攒下的1000多点能量我没动，这是留给燃烧血脉拼命用的底牌。虽然目前我看似无敌，但灵气复苏，众生平等，谁知道哪个角落里会不会蹦出个更变态的怪物？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远处，熊大正抱着个铁盆舔蜂蜜，一脸的乐不思蜀。这家伙虽然看起来懒散，但我是真羡慕他的天赋。当初用天眼扫描他时，那明晃晃的 SS 级血脉着实吓了我一跳。要知道这3000多人的队伍里，也就苏念是 SS 级，那个秦昊才勉强是个 C 级。血脉等级每高1级，修炼速度就是倍数碾压。我的 SSS 级是512倍，熊大的 SS 级是128倍，而普通人简直没法比。这就是命，也是我敢在这末世横行的底气。正当我感慨之际，天眼雷达的地图边缘忽然闯入了一群不速之客。几公里外，一支100人规模的全副武装小队正向我们这边推进。大家抓紧休息。领头的连长嗓音嘶哑，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过身后疲惫不堪的士兵们。他叫林川，30出头，方脸浓眉，身上的迷彩服早已破烂不堪，但腰杆依然挺得笔直。这次任务是搜寻云安县城北面的幸存者，这里受灾最重，地形最复杂，但我们绝不抛弃任何一个老百姓，明白吗？明白。一个士兵死死攥着枪，咬牙道：连长您放心，这种时候我们当兵的不上，难道让老百姓上？旁边一个啃干粮的年轻战士嘴唇干裂，小声问道：连长，你说人类还有救吗？林川斩钉截铁，目光如铁石般坚硬。有救，小侯，你记住，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有救。大灾变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全球各个有实力的国家都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自救。这一次的灾难可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城市、某个地区，而是全世界。尽管地震引发的灾害因地区不同而有强有弱，但那些异变的生物却不会给幸存的人类任何喘息的机会。它们不仅自相残杀、相互吞噬，也在不断地袭击着人类聚居区。更可怕的是，
是，随着灵气越来越浓郁，它们变异的速度和繁殖的能力与日俱增。作为全球最强国度之一的大夏，就在这一块自然是首屈一指。各级政府机关在地区首脑的统一指挥下，军警合一，高效运转，成立了一个个自救单位，组织民众建立安全区，抵御异兽侵袭。而临川所带的这个连队隶属大夏南部军区，只是一个最普通的步兵连。他们的任务很简单，作为前卫部队，搜寻这一带的幸存者，护送他们前往最近的安全区。连长，有情况。队伍刚原地休整没多久，前方负责放哨的一个黑脸士兵就急匆匆地跑了回来。啥情况？林川连忙站起身，那黑脸士兵叫赵虎，是连里最好的侦察兵。他喘着粗气，脸色极其难看。前方1公里的山道上被一群异化的铁甲兽给堵死了，那些畜生正在撕咬地上的尸体，个个长着长长的獠牙，密密麻麻的，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粗略估计至少有200-300头。我特意观察了一下，只有这一条路通往里面的乡镇，没有别的路可以绕行。铁甲兽真有200-300头？林川面色一凝，不由得反问：自从大灾变以来，虽然才短短半个月，但身为军人的他比普通百姓掌握了更多关于异兽的情报。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目前已知的异兽种类就不下几十种，而铁甲兽这种由家猪、野猪异变而来的最常见异化物种，可以说是异兽中的坦克。皮糙肉厚，尖嘴獠牙，力大无穷，速度贼快，一般的枪械几乎很难对它们形成致命伤害。如果不能直接命中要害，没有10几枪根本解决不了一头。更恐怖的是，这些家伙全力冲刺的速度能达到每秒50-60米，而且能维持这种恐怖速度连续奔跑10-20公里，因此军方给他们取了个绰号——坦克兽。真有那么多？赵虎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那些家伙挤满了山道，密密麻麻地扎堆在一块密石，旁边有一片棚户，估摸着之前是个养猪场。棚户里还有不小的动静，数量上应该只多不少。不管是为了前方还活着的人，还是为了这些死去的乡亲，林川沉默了几秒，目光变得锐利起来。我们必须干掉他们，打通这条通道。可是连长，我们没有重武器啊！赵虎皱眉道：这些铁甲兽数量这么多，我们能对付得了吗？要不要发电报给后面的兄弟部队，请求支援？干就完事了，哪来这么多废话？林川一挥手，语气斩钉截铁：现在全国各地都需要支援力量，幸存的百姓等着我们去帮他们脱离险境。多耽误1分钟，或许就会多一个无辜的人失去生命。我们这里一个满编连队，还对付不了几头猪。夜风凉得很，营地里的人大多已经歇下了，篝火噼啪作响，将一片片橘黄的光晕投在那些简陋的窝棚上。苏大山一家紧挨着我休息的地方搭了个低矮的棚子，苏老根的鼾声隐约传来。我盘在原地，消化着肚子里的战利品，却越消化越觉得不够。刚才那头满角牛虽然顶了半吨，可以我现在的体型，那点东西连半饱都算不上。随着个头越来越大，食量也跟着水涨船高，真是个烦恼。熊大、苏念，跟我前面转转，与其在这儿干躺着，不如出去溜达一圈，消消食，顺带看看前方有没有什么猎物可以顺手拿下。说实在的，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总觉得心里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预感，像是前方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熊大二话没说，蹭地站了起来。苏念从窝棚里钻出来，睡眼惺忪地揉了揉眼睛，随即骑上了熊大的背。破损的公路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荒凉，柏油路面崩裂开来，露出底下的黄土。熊大踩着碎石缓步前行，苏念坐在他背上，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开口道：师傅，我感觉我也快彻底觉醒了。我没有惊讶，这丫头拥有和熊大一样的 SS 级血脉，哪怕是现在突破，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虽然她目前还完全靠自我摸索，连一套像样的修炼方法都没有，但熊大这种脑子不灵光的家伙都已经踏入异兽级了，苏念的肉身也应该到了觉醒的边缘。沉默了一会儿，我望了望天空，心里那些压了很久的话，终于还是说了出来。把你们送到安全区之后，我大概就要离开了。苏念愣了愣，片刻后猛地回过神来，声音里带着几分慌乱：师傅，是徒儿这段时间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让您不高兴了吗？傻孩子，不是你的事。我轻声说，这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现在也有了自保的能力，为师不可能陪你一辈子，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又不是从此不见面了，只是暂时离开而已。苏念没有再说话，熊大驮着他陪着我又走了很长一段路，四周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枯草的声音。好久之后，苏念才低下头，用袖子蹭了蹭眼角，挤出2个字：好吧。这一声好吧轻的几乎听不见，可我清楚的知道，他是真的把我当成了最亲的亲人。经过这段日子的朝夕相处，他心里恐怕早就把分离这件事想了无数遍，却始终说服不了自己坦然接受。说实在的，我何尝
尝不是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妹妹，甚至是女儿。可离别这件事，终究是他要学会面对的。就在空气安静的有些压抑的时候，轰！一声低沉的爆炸从远处滚滚传来，沉闷而有力，显然不是什么小动静。有情况，去看看。三个家伙瞬间都来了精神，我当先带路，熊大紧随其后，脚步轰轰作响，朝着爆炸的方向快速推进。林川此刻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了。连长，弹药有些不够用了。赵虎一边换弹匣一边喊，眼睛却死盯着前方那群悍不畏死的铁甲兽，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这次轻装救援，他们没带重武器，弹药也只带了基础配额。毕竟谁也没料到会在一条山道上撞见这么大规模的异兽群。这些家伙发动起来，简直赶得上一场小型兽潮。交火已经持续了10几分钟，连队虽然击毙了不少铁甲兽，可从山道上涌下来的猪群却越来越多，一个个眼睛通红，速度飞快，一头接一头的往火力网里撞，就是死都不带退的。前沿已经有2个火力点被冲垮了，那里的战士到现在对讲机里还没有声音，凶多吉少。唯一的好消息是，真正完全异变的铁甲兽王只有3只，他们躲在后方，发出哼哼唧唧的低吼声，指挥着族群消耗连队的弹药，自己却迟迟没有亲自动手的意思。在汀州，林川咬着牙，眼神扫过战场，打消耗战不行，弄清楚那3只头领的位置。话没说完，阵地后方有人突然低喊了一声：“连长，后面那是什么？”我出现在战场边缘的时候，整个交火区域陷入了诡异的寂静。不管是扣着扳机的战士，还是正在发狂冲锋的铁甲兽，全都在同一时间愣住了。一条25米长、成年人双臂都抱不住的蛇，抬起上半身就有2、3层楼高，鳞甲在枪火的映照下泛着幽冷的金属光泽。而我身旁，熊大那一身厚重的黑熊体型，在我面前反倒显得有些袖珍。可即便如此，他背上那个骑着的小女孩，还是在第一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我没看花眼吧？林川举着望远镜，愣了足足3秒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擒贼先擒王，你们2个对付1只，剩下2只大的交给我。”正好还没吃饱，趁战场因我们的出现而陷入短暂停火的间隙，我已经通过精神联系将分工安排好了。我开启天眼扫了一眼对面3只躲在后方的铁甲兽王，最强的那只也不过是中级兽兵境界。够了，我的身影骤然启动，每秒300米的极限速度，在旁观者眼里几乎等同于瞬移。200-300米的距离，不到2个呼吸，我已经出现在那头最大的猪王面前，在空气中留下一道细不可闻的音爆余震。那猪王反应过来，睁着通红的双眼，正要发动冲刺，却忽然感觉一股庞大的精神力如洪水般顺着他的眼眸涌入大脑。下一刻，他的身体完全不受控制了。在所有人错愕的目光中，这头刚才还耀武扬威的猪王头也不回地冲向了旁边的同伴，发出一声震耳的嘶吼，以全力冲撞砸了过去。好家伙，居然敢和蛇爷我对视，算你有种！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本来打算直接用身形碾压的，既然他这么配合，正好拿来练练新技能。100米外，熊大放下苏念，亲眼目睹了那熟悉的一幕，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在心里默默地为那只猪王点了根蜡。老大又施展那个诡异的技能了，好家伙，这是让对方步自己的后尘啊！心中如此感慨，熊大却没有丝毫迟疑，悍然朝第3只一时陷入错愕的猪王发动冲锋。这种机会不抓住，他就不是熊大了。连长，那猪王中邪了吧？怎么不去对付那条大蛇，反而自己打起来了？赵虎正准备开枪，却看到了这出让他下巴差点脱臼的好戏，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鹅蛋。林川没有说话，可他隐约感觉到了什么，目光在我熊大和苏念之间来回转了一圈，一种直觉在告诉他，这3个奇怪的家伙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就在所有人还处于震惊状态的时候，苏念已经动了，他从熊大背上跳下，一股念力骤然升起，腰间别着的20把匕首瞬间漂浮在他身周，寒光流转。上次对付满角牛时损坏了几把，回到队伍后早已换好了备用的。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我们师徒3人已经有了相当的默契。我控制猪老大痛揍猪老二，熊大缠住猪老三，苏念就负责看住战场上其余的变数。果然，几只机敏的铁甲兽很快发现了异状，悄悄从侧翼迂回，企图偷袭看似一动不动的我。苏念眼神一凝，20把匕首呼啸而出，一把划过最近那只铁甲兽的脖颈，血线绽开；另一把精准刺进其身后一头肥猪的眼眶，嵌入颅骨，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我的天！战壕里的士兵们彻底傻眼了。他们见过觉醒者，见过有蛮力的，但操控20把飞刀像剑仙一样在战场上收割人头的，这还是头一次。别误伤了那个小女孩！林川最先反应过来，一声令下，攻击！我要停！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兵，抓住战机的速度快得惊人。
失去了3只诸王的统一指挥，加上我和熊大在战场上散发的威压，剩余的300-400头铁甲兽瞬间陷入了混乱，有的继续惯性的朝士兵们冲，有的转头想去援救自家诸王，还有的干脆转头就想跑。战争的天平开始急剧倾斜，我控制着朱老大以全力持续猛攻朱老二。对方虽然后来反应了过来，却已经回天乏术，本就境界低于朱老大一截，开场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力折损了大半，现在只能被动挨打，越打越惨。熊大那边与朱老三打得热火朝天，两者实力本是旗鼓相当，但战场形势的急剧逆转让朱老三彻底失去了搏杀的欲望，满脑子只剩一个念头：逃。他看得清楚，哪怕朱老大没有发疯，他们3兄弟加在一起也不是这条大蛇和黑熊的对手，更别说后头还有那个邪门的两脚兽，操控着漫天飞刀正在屠杀自己的属下。朱老三不傻，他拼着被熊大咬掉一块皮肉，猛地一拱，硬生生撞开了半波，趁机撒腿就跑，转眼没入了密林深处。剩余的铁甲兽群随即大量溃逃，战场上留下一地横七竖八的尸体，交火在一片枪声和嘶吼声中慢慢平息下来。老大，对不起，让那家伙跑了。熊大低着头来到我身边，像犯了错的孩子等待惩罚，浑身微微发颤。算了，跑了就跑了，我没有多说什么。那朱老三为了逃命，愣是冒着被熊大咬断一条腿的风险，硬撑了那一下。换我在熊大的位置上，也只能选择先保自己的安全，没什么好苛责的。去吧，苏念，去跟那些士兵谈谈。我带着熊大退到几百米外，在战士们的视野里盘踞下来。没办法，以我现在的身份，一头一兽，贸然靠近武装部队，只会给双方都制造不必要的麻烦。当初扶持苏念，也有今天这一层打算在。这丫头该上场了。那真是你师傅。赵虎的嘴巴张得足以塞进一只鹅，眼神在苏念和远处的我之间来回飘，满脸都写着这他妈是真的吗？周围的士兵们虽然也是一脸不可思议，但慢慢地那种震惊也就散了。灵气复苏，异兽横行，觉醒者出现，这半个月里发生的离奇事一件件叠加在一起，已经把所有人对不可能的底线磨得差不多了。一个人类小女孩拜一条大蛇为师，这算什么？比起南海海底那具插着巨剑的无头骸骨，这事儿反倒算平常了。对啊，苏念理了理头发，一本正经地说：师傅可不像那些乱咬人的家伙，这段时间要不是有他，我们后面那3000多口子人早不知道死伤几成了。他简略地把与我相遇以来的经过说了一遍，声音清脆，叙述的条理分明。对面的战士们静静听着，神色各异，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眼前2头巨兽待在原地，既没有冲锋，也没有威胁，反而刚刚帮着他们打赢了一场原本很难打的仗。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再多的怀疑也是多余的。救人要紧，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沟通了一阵之后，林川跟着苏念来到了我面前。我注意到他脚步虽然稳，但离我越近，那双眼睛里的紧绷感就越藏不住。他是这里级别最高的指挥官，知道该来打这个招呼，但心里忐不忐忑是另一回事。您好，我是这个连队的连长林川。他立定，抬手给我做了个标准的军礼。非常感谢2位的援手。我点了点头，算是回应。没有别的办法，我听得懂人话，却发不出人声。有些东西只能先搁在肚子里。不过没关系，我前世是人，深知人类的思维方式。林川刚才那句话说得漂亮，落脚在感谢上，没有试图控制，也没有急着问你是什么，你归不归我管。这是个会看局势的人。至于他背后那支军队以及更大的力量，我盘着身子，不动声色地打量着这个站在我面前努力保持镇定的连长，心里慢慢有了个初步的判断。合作的事急不来，慢慢看吧。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是相当忐忑的。尽管是从人类的酒缸里逃出升天，尽管遭遇过猎人的追杀，可打心底里，我还是不愿意和人族为敌。尤其是认识了苏念这丫头之后，她在我心里就像妹妹一样的存在。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让我灵魂深处那点人性始终没有熄灭。我不想变成一只只会杀戮的野兽。熊大无聊地趴在我身边，得了我的吩咐，自然不会袭击面前这些人，只是眯着眼睛默默看着。林川观察了一阵我们的表现，暗暗称奇。他看得出来，不管是苏念还是熊大，都以我这条大蛇为核心。招呼打了，面也见了，双方打扫完战场后，便一同朝着难民营地的方向走去。我拖拽着最大的那头朱老大的尸体，朱老二则被熊大驮在了背上。其余的战士们得知营地里老幼众多，食物不足，也纷纷3-5人一组，抬着一只只铁甲兽的尸体，一步步往回赶。军人小队进入难民营地的那一刻，3000多人全都沸腾了，哭声、欢呼声此起彼伏，许多人跪在地上，泪流满面。祖国没有放弃他们，政府也没有放弃他们。这段日子里受的苦、吃的亏，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悲痛，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带回来的铁甲兽被迅速处理，分配到了所有人嘴里。3000多张嘴，
哪怕再多的食物也不经吃，但至少今晚所有人都能填饱肚子。而随着连队的到来，难民们也终于知道了外面的情况，整个世界都在大地震中被摧毁得四分五裂，人类伤亡惨重，各种基础设施损毁了七七八八，完好的道路和桥梁屈指可数，满目疮痍。大夏国政府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各地纷纷进入自救环节，建立起安全区，一边抵御异兽的袭击，一边着手重建家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5天过去了，有了连队的加入，难民群的行进速度快了不少，所有人都渴望尽快赶到安全区，去休息，去整顿，去帮助那里的人建设一个新的家。这5天里，我带着苏念和熊大不断在外围清理前来袭扰的异兽，而那些觉醒者们在连队接管了队伍安全之后，也开始主动出击，猎杀附近那些不开眼的变异动物。丁，吞噬铁皮蛮牛肉1块，获得20点能量值。丁，吞噬血牙野猪肉1块，获得15点能量值。丁，吞噬月影灵猫1只，获得50点能量值。不断的猎杀，一只只猎物被苏大山他们弄回营地处理加工，不仅为难民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我自己也跟着吃上了烹饪过的美食。这大蛇原来是个吃货。经过这几天的相处，林川也彻底摸清了我的脾性。在他看来，我不仅通灵，人性化十足，还是个嘴刁到不行的饕餮，非美食不吃，粗茶淡饭根本不碰。虽然外表凶悍吓人，实际上却相当温和。营地里不少胆大的小孩都敢跑过来摸我的鳞片，我也从不发怒。连长，不光这大蛇是个吃货。赵虎抱着步枪坐在林川身边，朝不远处努了努嘴。您瞧他旁边那大黑熊。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熊大正蹲在一个士兵面前，眼巴巴地盯着人家口袋里的巧克力，又不抢就杵在那儿撒娇，那副模样跟条大金毛似的。赵虎忍不住乐了，天天没事就在营地里溜达，一发现有好吃的就赖在人家跟前不走，不抢不闹就撒娇，太搞笑了。林川没有笑，他沉默了一会儿，面色变得凝重起来。万物有灵，这次天地异变，出现一些像大蛇这样有灵智的异兽，也不奇怪。不是每个异变的野兽都会袭击人类，所以这次回去，我会跟上级建议，像大蛇和黑熊这样的存在，哪怕不能争取为我所用，也绝不可与之为敌。赵虎点了点头，低声说道：是啊，像大蛇这种实力的异兽，一旦被推到人类的对立面，以现在的情况，哪怕能消灭对方，代价也大得我们承受不起。这也是在场每一个战士的心声。丁，吞噬疾风兔1只，获得60点能量值，饱食度达到100，无法再获取能量值。当我吞下最后一只被烤得滋滋冒油的疾风兔后，深深地打了个饱嗝，看着苏大山把烧烤架收起来，我的目光渐渐变得坚定，是时候离开了。听林川的意思，明天上午就能抵达最近的安全区，到了那里，苏念一家就算是彻底安全了，有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也算对得起当初的承诺，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办完这件事，下一个该处理的就是熊大的仇了。我打开属性面板，扫了一眼能量值那一栏，12375点，换算下来能兑换240多点进化值。不过我并不打算现在就兑，能量值目前没有溢出这一说，先攒着。属性点的提升需要进化值，技能的升级也需要进化值。看似每天收入不少，其实花的地方更多。而困扰我最深的问题，始终是那2个字：寿命。现在已经是高级兽兵了，寿元却只有区15年。我不明白，自己都是异兽了，为什么还被限制在普通蛇类的年龄框架里？前世作为捕蛇人，我清楚得很，野外的眼镜王蛇最长能活近30年，人工饲养的还会更久些。可系统给我标的寿元，却连正常蛇类都不如。很显然，这鸡贼的系统在寿元这一块动了手脚。至于他打的什么主意，我暂时看不透。算了，想这么多干嘛？好歹系统对我没有恶意，若不是他，我现在恐怕还在那酒缸里泡着呢。能有15年寿命已经不错了，晋级之后还会增加。做人要知恩图报，做蛇也不能忘恩负义。我在心里嘀咕着。说起来，如果不是这种性格，上辈子也不会因为救一个落水的孩子搭上了自己的命。老大，你是不是准备离开了？熊大无聊地舔着嘴角最后一丝蜂蜜的甜味。经过这么多天的薅羊毛，那个士兵带的蜂蜜已经被他消耗的精光。不过没人计较，大家都知道这2只大家伙一直在守护着队伍，每次还能带回不少猎物，用点蜂蜜回馈一下这位大可爱，算是默认的事情。是时候了，你这家伙不也一直心心念念想要报仇吗？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抬头看了眼漫天繁星，重生这1个多月，前期一直在逃亡，根本没空细想活着的意义。遇到苏念一家之后，更多的是想报恩，然后变得更强，保护自己和身边的同伴。
而这一路护送难民的途中，我却越来越频繁地想一个问题：我到底想要什么？难道就是简单的活着？活着2个字说起来空洞，可真正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归要有个方向。何况我的情况这么复杂，明明是人类的灵魂，却藏在一条蛇的躯壳里。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还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蛇，2条路在我看来都走不通。所以这些日子，虽然身处人群之中，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茫然。说起来，前世的我就是个胸无大志、混吃等死的家伙，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安安，典型的小市民心态。可这辈子，这个最简单的愿望实现起来既简单又困难。说简单，是因为有了系统，比起前世那个没学历、没背景、没靠山、拼爹没有、拼自己也没资本的我，现在强了何止万倍。说困难，原因更简单，5个字：我不是人了，被老大看穿了。熊大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脑袋，当初他毫不犹豫的臣服于我，说白了就是看中了我的实力，既能帮他报仇，又能让他狐假虎威。如今的幸福生活，不正是跟着我才有的吗？要不是心底那份仇恨时刻提醒着他，这家伙怕是早就沉溺在蜂蜜和好日子里乐不思蜀了。营地的另一边，苏念独自端坐在窝棚中，闭着眼睛默默感应空气中那股神秘的灵气。这些日子跟着我进食了不少异兽血肉后，他的身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力量大增，身手也变得极为敏捷。虽然我没有系统性的功法传授给他，但还是把自己一路摸索总结出的吸引灵气、引发共鸣的技巧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这个开山弟子。毕竟论对灵气的感应和亲和力，这个队伍里我自认第2，没人敢说第1。苏念的额头上细密的汗珠不断冒出，虽然已经开春了，可夜晚的温度依然偏低，他却浑身冒着热气，周身隐约可见一层淡淡的白雾，修炼已经渐入佳境了。大山，丫头，这不会有事吧？苏老根在窝棚外探头探脑，一脸担忧。苏大山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眼里满是又惊又喜的神色。爹，没事，他这是进入了修炼状态，应该是要突破了。咱苏家也要出觉醒者了。经过这些天的旅途，身处队伍管理层的苏大山也从那些觉醒者口中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关于突破的知识。我同样感应到了那边的灵气波动，扭头朝苏家的窝棚望了一眼。不仅是我，营地里的其他觉醒者也纷纷察觉到了异样，纷纷侧目。这丫头今夜终于觉醒了。半个月后，一条巨蟒，一头丈高的黑熊，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悠哉悠哉地来到了一条宽达100米的大河边。河水滔滔，浑浊的水面下暗流涌动，两岸是连绵起伏的山峰与近100米高的悬崖峭壁，唯一能通往对面的就只有这处长满芦苇的河滩。老大，熊大停下脚步，眼睛死死盯着河面，声音低沉的像从胸腔里挤出来的。那大家伙就藏在这条河里，熊妈就是在这里，为了给我争取逃跑的时间，才被他拖进了水中。他的眼里满是怒火，以及深入骨髓的仇恨。当时的熊大虽然体型甚至比熊妈还大一些，可他不过才半岁，生长速度再快，战斗经验和生存技巧比起母亲都差得远。他亲眼看着熊妈被那个东西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最终在河水中连个水花都没翻起，就这么消失了。他在岸边等了很多天，幻想着熊妈还能活着浮出水面，可河水滔滔，始终没有回应。最终他只能带着满腔的失落和仇恨，踏上了流浪之路。那之后的每一条路，每一棵树，每一处地标，他都刻在了脑子里。他怕自己忘了回来的路，怕有朝一日有了实力却找不到报仇的地方。直到在幻灵谷遇到了我。大鳄鱼，从系统反馈的熊大记忆画面来看，那家伙体型相当恐怖，按我的估算起码6-7米长，在鳄鱼中算得上巨无霸级别。不过就算是大家伙，我也谈不上害怕，以现在的实力对付一只鳄鱼问题不算太大。师傅，这地方好偏僻啊。苏念从熊大背上跳下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脸。熊大，你的仇人就住在这河里。熊大沉重的点了点头。经过这么久的相处，他已经能和苏念进行简单的沟通了。如今晋升到兽兵中级的他，在智慧方面也长进了不少。我没理会这俩的对话，而是开启了天眼雷达，全力侦察河中及两岸的情况。很快，在将近2公里外的雷达边缘，一个硕大的蓝色光点浮现了出来。蓝色，存在危险。好久没遇到这个颜色的提示了。我吐了吐信子，仔细观察那个光点的数据。3维画面中，一只巨大的鳄鱼清晰地呈现出来，10几米长的庞大身躯静静潜伏在水下，宽阔的背脊如同一座小岛，表面覆盖着的厚重鳞甲看上去如同钢铁铸就。而在它旁边，还有一只小1号的鳄鱼，大约6-7米长，那应该就是当初杀死熊大母亲的凶手。不过在天眼的分析下，这只小的显示为白色，几乎没有任何威胁。真正让我在意的是那只大的。我打开它的详细数据：种族远古地鳄，境界初级兽将，体长14米，体重8200千克，极限力量412，极限护甲389，技能死亡翻滚钢甲护体潜伏猎杀。果然初级兽将，难怪雷达标记为蓝色。这家伙不仅力量达到了兽将水准，
护甲更是堆到了兽兵巅峰，攻防兼备，相当棘手。不过我这半个多月也没闲着，一路猎杀积攒下来的能量足够兑换840点进化值，随时可以突破到兽将境界。只要我踏入兽将级，这头地鳄对我的威胁就是个笑话。全属性达标的状态下，绞杀它只是时间问题。当然还有另一个办法，精神幻境。这家伙的念力远低于我，用精神幻境控制它基本不成问题。但问题是，这附近没有能跟他匹敌的对手，光靠幻境让他自残，想杀死这么大一只鳄鱼也不容易。所以最保险的方案还是先突破到兽将，毕竟有系统在手，同级别之下，我就是无敌的存在。师傅，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苏念看着我的表情，感受到空气中凝重的气氛，问道：“有点小麻烦。”我点了点头，目光转向熊大：“你的仇人我找到了，不过直接对付他还差一点火候。今晚先找个安全的地方，你们俩帮我护法，等我突破了，那家伙就是盘中餐。”熊大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只要找到了就好，晚1天2天没关系，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不差这一宿。他拍着胸脯，声音里压抑不住的激动：“老大，还是那句话，你放心突破，有我在，还有这丫头在，谁要是敢来打搅你，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师傅，你又要突破了。苏念也笑了起来，语气里却满是感慨。他到现在也不过刚踏入初级战士的水准，虽然操控飞刃的本事日益精进，和熊大切磋也能斗得有来有回，可肉身方面他心知肚明，比异兽差了不止一个档次。这一路虽然吃了不少异兽血肉，可作为人类，身体对灵气的吸收效率天生弱于异兽。要不是他修炼上的悟性确实比熊大高出一截，灵气吸收的速度稍快那么一丝，否则早就被熊大甩开几条街了。一个人类输给一只大狗熊也就算了，跟师父这种妖孽比，他想都不敢想。其实前几天就该突破了，一直在压制而已。我随口说道。苏念翻了个白眼，变态，不愧是我师父。其实我手里还有一张底牌，燃烧血脉，不过这技能目前的提升有限，属性翻倍虽然不错，但一次消耗1000点能量值，够兑换20点进化值了。非到生死关头，用起来实在肉疼。现在的每一点能量都来实在太多了，得用在刀刃上，能不浪费就不浪费。更何况燃烧血脉的副作用也太坑了，使用10分钟，虚弱1小时。作为一条堂堂正正的雄蛇，怎么能容忍自己虚弱无力？必须时刻保持坚挺，非到万不得已，这个技能绝不轻易动用。走吧，找个安全的地方，顺便猎点东西填填肚子，等今晚我突破成功，明天就帮你报仇雪恨，顺便吃个烤鳄鱼。熊大点了点头，他望了眼面前宽阔的河面和滔滔东流的河水，心情也如水波般雀跃起来。仇人找到了，有老大的保证在，报仇雪恨不过就是这1-2天的事儿，急什么？他匍匐下身子，驮上苏念和他的随身行李，悠悠地跟在我身后，朝身后的山岭不急不慢地走去。一路上我全程开着天眼雷达，尽量避开有人的区域。不过在这种末世环境下，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一些村庄里只剩下处于变异边缘的野兽家禽，以及彻底异化的异兽，想遇到一个活人，反倒成了难事。大灾变之下，灵气复苏，众生平等啊！我悠悠一叹，曾经繁华的村庄，鸡犬相闻的小镇，此刻荒凉的不见一丝人气。一路上白骨累累，触目惊心，失去了人类的居住，加上灵气充斥天地，最先受益的反而是植物，它们在疯狂的生长。尽管大灾变才1个多月，那些道路的缝隙中破败的墙体下，已经冒出了一颗颗各种植物的幼苗，开始蚕食蔓延。我能想象到，或许不用1年，这些无人的村庄和城镇就会彻底变成植物的海洋，被藤蔓包裹的残垣断壁将成为异兽的巢穴。以它们的繁殖能力，失去人类的干扰后，重新夺回属于他们的家园不再是梦想。师傅，好荒凉啊，太安静了。骑在熊大背上的苏念看着眼前破败的村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虽然他的家人已经安顿在了安全区中，可身为人类的一员，面对如此满目疮痍的景象，还是免不了心生惶恐。丫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你想保护家人，就得有保护家人的实力。这种天地异变之下，强者为尊，拳头硬才是王道，明白吗？苏念点了点头，却没有多说什么。尽管这半个月来，他一直在我面前努力表现得开心，可他心中那股压抑，我通过精神联系感受得一清二楚。对于这个心结，我不是心理医生，无法过多去化解。人都是要成长的，就像我自己，重生这1个多月，不也同样有解不开的结？3人中最没有精神负担的，就属熊大了。眼看大仇即将得报，跟着老大混日子无忧无虑，像个孩子似的，一副没心没肺的模样，东瞅瞅西看看，别提多开心了。熊大，我阴沉的看
开口，去把那间屋子里的杂物清理一下。今晚我们就在这里歇了。自己这个当老大的都不开心，做小弟的怎么能这么没心没肺？绝对不允许！好的，老大。熊大憨憨的应道，丝毫没听出我语气里的不爽。他还沉浸在大仇将报的喜悦中。对他来说，老大吩咐的事就是圣旨，干就完事了。夜里，院子里的篝火燃了起来，一些被猎杀的小型野兽和异兽架在简易的烧烤架上，经过苏念这个念力师的精细操控翻烤，香喷喷的肉香弥漫了整个小村庄。可无论再怎么香气诱人，却没有吸引来任何一只异兽。原因很简单，方圆1公里内，凡是能被猎杀的，几乎全军覆没。一部分进了我和熊大的肚子，剩下的全在这里排着队等变成烧烤。老大，给我留点啊！太好吃了！眼见一大块一大块烤肉被我一口一口的吞下肚，熊大急了，自己一块都没啃完，我已经干掉了3大块，这不是欺负熊吗？不行，绝对不行！这么好吃的烤肉，说什么也得让老大手下留情。至于抢食，熊大没这个胆子。虽然知道基本不会被烤熊掌，但万一呢？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也摸清了我的脾性，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其他基本随意。所以他现在也敢在我面前撒泼打滚、卖萌撒娇。瞧你那熊样！行了，不吃了，剩下的全给你。我该突破了。看着眼前那双滴溜溜转的小眼睛，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望着自己，我不禁有些好笑。这家伙表面憨厚，实际上小心眼多着呢。不光是我被逗乐了，一旁的苏念也捂着嘴咯咯的笑个不停。有了上次的突破经验，这回可谓驾轻熟就。我来到收拾好的房间里，将积攒的能量兑换成足够的进化值，把所有属性栏加满。系统晋级的提示声随即在脑海中响起，属性值达到可突破临界值，宿主可寻找安全地带进行突破，外界灵气浓郁度达标。本次突破需2个小时，会吸取方圆10公里内的大量灵气，形成灵气风暴洗涤宿主肉身。我微微一愣，上次突破是1个小时方圆5公里，这次直接翻了倍。果然每突破一个大境界，难度都在急剧攀升。开始突破，确认之后，无数灵气开始疯狂地朝我所在的位置汇聚。方圆10公里范围内的天地灵气如同被巨大的漩涡吸引，浩浩荡荡地涌来。师傅，开始了。苏念从行李中取出一套合金刀片，这是上次在安全区登记信息时，安全局的童局长特意送给他的。作为一个极为罕见的念力师，他受到了格外的重视。20把合金刀刃悬浮在他身周，寒光闪烁。熊大也回头看了一眼我所在的屋子，立刻停止进食，小心戒备起来。谁要是想打搅老大的突破，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当10公里内大部分的灵气被抽向我的位置时，夜色中不少异兽被惊动了。越靠近我所在的地方，灵气真空就越大，而中心地带的灵气浓度却愈发浑厚的骇人。熊大有了上次的经验，对这种动静已经不再惊讶，只是默默守护着，同时顺便吸收着残余的灵气。一呼一吸之间，体内便充满了力量。苏念却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阵仗，他上次晋级到初级战士，以及熊大突破到中级兽兵时，似乎都没有产生过这种规模的灵气风暴。虽然灵气和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身为觉醒者，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此刻周围的灵气浓郁到近乎凝实，甚至形成了漩涡，而漩涡的中心正是我所在的位置。果然是师傅，连突破都与众不同。但越是如此，他心中的危机感也就越强烈。这样大范围的灵气波动，绝对会吸引来非同寻常的异兽，而突破时不能分心，更不能被打断。他和熊大必须拼尽全力守住。时间一点点过去，原本被清理干净的小村庄里，开始出现一些异变生物的影子。它们被灵气波动的浪潮引导着，小心翼翼地朝我所在的位置靠近。不过，我突破时散发出的庞大念力所形成的灵魂威压，已经覆盖了方圆4公里左右的范围。那些窥伺者越接近中心，就越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安。一些胆小的异兽前进了一小段距离后，便受不了这股威压，扭头逃离。只有少数等级较高、不惧生死的家伙，抱着侥幸心理，一步步小心翼翼地朝前探索。冲在最前面的是一头丈余高的大力神牛和一只疾风青羊，后头还跟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异兽，缓缓推进。如今野外最常见的异兽就是猪牛鸡羊猫狗鸭鹅这些曾被人类饲养的家禽家畜，它们数量最多，异变的概率也就最大。那2只中级兽兵停在了村庄1公里外的山坡上，走到这里，他们已经完全明白了，有大家伙在突破，那股庞大的精神威压让他们极不舒服。能顶到这里，已经说明了他们的抗压能力相当强悍，有新的王者要诞生了。遍布村庄4周的异兽们心中都有了这个猜测，尽管他们各怀鬼胎，此刻却没有一个敢擅自行动。他们在等，如果里面的家伙突破成功，那就立刻逃遁。毕竟不是每个高阶异兽都有收小弟的习惯，更何况在人家突破时闯入核心范围，那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不死不休。但如果突破失败，那就是天赐良机，失败必遭反噬，不死也会重伤。猎杀一只比自己高阶的存在，平时简直是异想天开，但趁对方重伤之际下手，却有一线可能。高阶异兽的血肉对他们来说可是大补，
甚至能让他们当场晋级。至于守在外面的那只大黑熊和那个两脚兽，在这数十只大大小小的异兽看来，根本不是个事。我留了一丝意识关注着外面的动向，这次突破引来的动静确实不小，但真正让我不安的不是这些虾兵蟹将，一种神秘的第六感在不断的警告我，这一次的突破比上次危险得多，而危险的来源并不在天眼雷达能侦测的范围内。最终我只想到了一个可能，白天在河里观测到的那只远古地鳄，当然10公里范围内有没有别的兽降级存在，我也无法确定。这一带除了来世探测过的路线，其余区域对我来说都是未知，但按照我前世和今生的认知，等级越高的存在，占据的地盘就越大。就像我自己，如果要霸占一个区域，没有足够广阔的地盘，光吃就养不起，竭泽而渔不可取。想要长久获取资源，提升实力，就只能跟别的家伙抢地盘。所以不出意外的话，这股不安感就是那头地鳄带来的。不仅是我，熊大和苏念也感觉到空气中多了几分莫名的压抑，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升上来。我的猜想没有错，尽管我选择的这个落脚点已经足够远离大河，但偏偏距离恰好卡在10公里出头的位置。那头远古地鳄原本正在河道对岸悠闲的游荡觅食，吃了个半饱后，它跨过大河来到这边的岸上，准备再补几口。就在这时，一股微弱的灵气波动引起了他的注意。作为兽降级的存在，他对灵气的感知比普通兽兵敏锐得多。带着几分好奇，远古地鳄迈开4条粗短的腿，一边朝灵气波动的方向慢慢移动，一边顺路啃食着撞上门来的猎物。越靠近中心地带，他就越觉得这种灵气波动莫名的熟悉。啃完一只倒霉的小野猪后，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不正是自己当初突破时经历过的感觉吗？只不过当初他晋级的时候，可没引起过这么大范围的灵气风暴。远古地鳄的双眼渐渐眯了起来。自从鬼使神差的从原本的世界莫名出现在这里后，他就发现这个地方简直是天堂，除了灵气极为稀薄之外，几乎没有能与他匹敌的对手。在原来的世界里，他只是个小喽啰，可在这里，他就是绝对的霸主。直到最近那场大地震之后，灵气才开始复苏，慢慢接近他所熟悉的浓度，方圆10来里都是他的领地。在这片区域里，他绝不允许出现同级别的竞争者。于是他抬起4条短腿，加快了速度，朝着灵气波动的中心疾行而去。时间1分1秒的过去，我这边也到了突破的关键时刻。当天眼雷达的边缘出现那个代表远古地鳄的蓝色光点时，已经过去了将近1个半小时。倒不是地鳄速度慢，他发现灵气波动的时候，我已经进入突破瓶颈将近1个小时了。加上他在路上捕食耽搁了些时间，再算上抵抗我念力范围带来的灵魂威压所消耗的精力，如果不是他的速度够快，抗压能力够强，此刻恐怕还在半路上。远古地鳄的心里也在惊讶和犹豫之间反复摇摆。越靠近灵气中心，来自灵魂的震颤就越强烈，让他呼吸困难，举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比上一步更加沉重。身体的本能在疯狂呐喊：掉头，前方极度危险。可另一个声音也在叫嚣：如果不趁这家伙突破时无暇他顾去干扰他，一旦对方成功晋级，等待自己的绝不会是什么好果子。远古地鳄最终选择了后者，他不愿意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领地和乐土，也不愿意重新回到那种被人欺压的弱小日子。这是他的家园，绝不允许任何其他东西来霸占。不好，有危险！当熊大看到出现在村庄里的那个庞大身影时，浑身的毛瞬间炸了起来。那头远古地鳄14米长的身躯比熊大还大出一截，厚重的鳞甲在月光下泛着冰冷的光泽，它所散发出的压迫感，在熊大看来比我都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苏念也愣住了，除了我之外，他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如此巨大的异兽。虽然身边的合金刀刃随着他的念力在高速旋转，但轨迹隐隐有些不稳，毕竟是个刚10来岁的孩子，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能做到不转身逃跑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换做其他同龄人，怕是早就吓得尿裤子嚎啕大哭。我心中也焦急万分，这远古地鳄确实名不虚传，面对我的精神威压，那些看戏的异兽连暗处都不敢离开。可他不仅硬生生顶着威压冲进了村庄，而且已经看穿了我此刻纸老虎的状态，正准备发动致命一击。那些躲在暗处的异兽也纷纷一惊，这附近的霸主居然被引出来了。灵气中心的那个倒霉蛋，怕是倒了8辈子血霉。快一点，快一点啊！我在心底暗暗祈祷突破速度再快些。熊大和苏念2个根本拦不住这头地鳄，他们就算冲上去，也只是白白送命。以我高级兽兵的实力，在肉身方面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他们。远古地鳄看着挡在前方的一熊一人，眼中浮现出一丝不屑。他从这2个家伙身上感受不到致命的威胁，不过是2条杂鱼，清理掉就行。熊大死死盯着对面的巨鳄，不敢贸然出击，只是不断的发出低沉的吼声作为警告。苏念也强迫自己压下翻涌的恐慌。
慌，身边飞舞的刀刃终于不再乱晃，化作一道道流星般的轨迹围绕在他身周，随时准备出击。紧张归紧张，但绝不能让这家伙闯进那座院子。师傅的突破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绝不能功亏一篑。这是熊大和苏念此刻唯一的念头。远古帝鳄似乎也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他朝被守护的那间屋子瞥了一眼，眼中杀意骤浓。不能再等了，再拖下去，完蛋的就是自己。杀！帝鳄暴起冲锋，前爪狠狠拍向熊大。熊大见巨鳄冲来，也只能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同时不忘回头看了苏念一眼，示意他配合。苏念点了点头，身边的刀刃化为道道光影，以极快的速度从各个刁钻角度扑向帝鳄的身体。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了突破的速度在加快，似乎系统感知到了我的焦急，灵气的灌注变得更加猛烈，源源不断的能量被身体贪婪的吸收着，不断撕裂与重组的肉体在一寸寸地变大变强，可外面的战况却不容乐观。苏念的合金刀刃虽然能对帝鳄形成一定的干扰，却根本无法突破那层坚韧至极的鳞甲，只能在上面留下一道道浅浅的划痕，甚至有几把刀刃都崩出了缺口。熊大更惨，一次又一次被帝鳄的尾巴甩飞到20-30米外，却又一次次爬起来，拼着满身鲜血扑回去。远古帝鳄也恼怒不已，这只大笨熊就像不要命一样，身上都快被打烂了，还一次次的往上冲。而每当他想不管不顾的先解决苏念这个操控飞刃的小两脚兽时，熊大又像疯了一样挡在前面。僵持中，战斗越来越残酷。熊大此刻几乎油尽灯枯，虽然离我不远，能蹭到属性光环的加成，勉强拥有高级兽兵的战力，可面对的毕竟是一头兽将级的存在，对方随便一击都不是他能应接的。他只是凭着一股不肯倒下的狠劲，一次次拖延着时间。苏念也到了极限，持续操控20把飞刃进行高强度攻击，对念力和体力的消耗极大，尤其是面对这种级别的巨兽，身心上的损耗比平常的战斗大了不知多少倍。看着自己的头号小弟和开山弟子险象环生，命悬一线，我心头紧张到了极致，偏偏有心无力，浑身动弹不得。就在帝鳄冲到院墙前，熊大和苏念已经再也拦不住他的脚步之时，最后一股灵气涌入体内，瓶颈应声而碎，突破成功。叮，恭喜宿主晋级成功，生命层次发生跃迁，一次性完美晋级，奖励如下：一、系统空间乘1，当前体积100立方，等级1级，可消耗进化点提升，空间属于真空状态，只能储藏死物，可保持物品永久不坏。二、修炼功法灵诀乘1，领悟后可增加灵气吸收速度，效果最高提升10倍。通过引导灵气淬炼身体，可提高肉身强度。本功法任何种族均可学习，可通过精神念力传授，其效果因人而异。系统数据已更新，请自行留意变化。不错，又多了个系统空间，还有一部功法。这次晋级的奖励确实不同凡响。有了系统空间，我就能储存大量食物，不用每次饿了才去猎食，方便了太多。而那部灵诀，更是让我终于有了底气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师傅。当了这么久的师傅，一直没有像样的东西传给苏念，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这下总算有了交代，而且这次晋级之后，单次能进食的能量上限提升到了1200点，消化时间只需4个小时。只要食物充足，每天获取的能量总量将大幅增加。不过兑换比例居然变成了100比1，100点能量才换1点进化值，这系统也太抠了，简直是打劫。我心里吐槽了一句，但也不过是嘴上说说，毕竟每一次大境界的突破都是9死1生，可收获也是实打实的丰厚，风险与机遇并存，无非如此。浑身充满了力量，我盘旋的身躯几乎挤满了整间屋子，最粗的地方比房门还宽，想出去都得硬挤，可想而知现在的我有多庞大。还剩245点进化值，先把力量加满。我立刻做了决定，此刻不想用任何技能，就想来一场赤裸裸的肉体碾压。刚才不光是苏念和熊大险象环生，我自己的心跳也是7上8下，扑通扑通个不停。现在该清算了。那远古帝鳄也在同一时间感受到了，屋子里骤然爆发出一道恐怖的气息，如同深渊中猛然睁开了一只巨眼，生死威胁瞬间笼罩了他全身。他的脚步猛地一顿，抬起巨大的头颅，小心翼翼地看向那间屋子，第六感在疯狂地尖叫：必须走，现在就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帝鳄犹豫了一瞬，终于本能地后撤一步，转身准备离开。晚了。轰！我庞大的身躯直接破墙而出，碎砖飞溅如暴雨，张开血盆大口，我以最快的速度朝那头帝鳄冲刺而去。远古帝鳄看到我那暴涨的身形时，瞳孔骤缩，这家伙怎么这么大？
来找这么大一头巨兽的麻烦，真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然而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从我破墙而出的那一刻起，他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完美的属性碾压之下，远古帝鳄在任何方面都已经不再是我的对手。我闪电般窜到他面前，一口狠狠咬住他的身体，同时将大量毒液灌注进去。紧接着，整条身躯如绞索般缠上了这头比我还粗壮的巨鳄，越收越紧。帝鳄本能地发动死亡翻滚，试图挣脱我的纠缠，可毒液已经开始扩散，他的身体骤然变得麻木迟钝，力量急速流失，巨大的收缩力不断压迫着他的五脏六腑，让他呼吸越来越困难。还是老大厉害，刚一出手就让这大家伙吃瘪，完全没有还手之力，牛啊！熊大顾不上浑身的剧痛，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幕，心中满是感慨。苏念同样望着眼前两头巨兽的交锋，却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搏杀，有的只是悄无声息的碾压和虐杀。被虐的正是把他和熊大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远古帝鳄。他此刻全身酸软，无力地靠在路边一根电线杆上，大口喘着气，一点点恢复着体力。持续操控20把飞刃进行高强度战斗这么久，对他来说实在是极大的消耗。远处那些围观的异兽们，在看到帝鳄被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的瞬间，便已明白了接下来的结局，于是想也不想，撒丫子就跑，生怕自己成了帝鳄第二。来的时候有多欢快，跑的时候就有多狼狈。我扫了一眼熊大和苏念的伤势，苏念还好，起码还能站稳，可熊大就惨了，浑身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不说，连耳朵、鼻子和嘴角都溢出了血。去死吧！我心中的怒火彻底点燃。如果不是系统恰到好处的完成了晋级，此刻我的下场大概就是熊大现在的样子，甚至更惨。庞大的身躯看似笨拙，速度却快到肉眼难以捕捉。远古帝鳄连反应都来不及做出，我已经再度加力，将他搅得骨骼嘎嘎作响。他挣扎的力度越来越小，时间一点点过去，最终这头远古帝鳄失去了最后一丝生息，庞大的身躯彻底凉透了。我心念一动，系统空间如同一道微型推动骤然张开，将帝鳄的尸体整个吞没，干干净净，连一滴血都没留在地上。之不易，花在刀刃上才是正道。